哦，牙仔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当天我们花了1000多块钱租来了一个，价格贵，但是没办法。回到把头房间，他看着桌子上的阿育王塔，沉声说：“佛塔最下端是实心，中间可能是空心的，要实心的没法藏东西，所以我们要用钻头在塔底钻一个眼，然后把内镜线送到塔身内。可以是可以，可这小洞最后怎么修复掩盖？整不好了，没法跟刘元宁交差。不难，我们留下铁塔的铁屑就好，他已经找了高手过来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开始行动吧。”我们把借来的内镜放在一旁，然后把显示器挂在墙上连着线，把头把铁塔平放倒，用钻头顺着边缘打了一个点，随后就是不断往里钻。阿育王塔塔基部分大概7公分厚度，就是一点点换着钻头磨进去的。磨了3个多小时，我听到钻头突的一声，已经看到钻头打到了塔身的第4层，把头额头上全是冷汗，然后说：“牙仔，把线捋直，看看能不能顺进去。”豆芽仔说好，他捋直皮线，一点点往里塞。我和小轩则是在一旁盯着面前的屏幕，看着2寸多的小屏幕说：“能用。”有图像吗？通过内镜，我们看到了塔里的画面。只见第4节塔身的中间位置横躺着一卷纸一样的东西，看着颜色像是一张古书卷轴之类的东西。不是唐卡，不是九眼天珠，西夏的一卷纸，这能保存下来？这不好说。科兹洛夫当年从黑水城带走了不少文献，现在乌拉国博物馆的那本翻汉和史掌中珠，不就是纸张的汉文对翻西夏文词典吗？完了，就一小卷破纸，我们赔大了。这也不对啊，就一张纸，这东西怎么可能在塔里传出来了响声？只能想搞不清楚，先把东西顺着言辞里取出来，看看图纸上写了什么。东西拿出来了，我们一看，原来不是纸，而是一小块羊皮似的东西，因为很薄，又氧化变色了，看起来像是纸。打开巴掌大小的羊皮卷，我们看到羊皮右上角写了一排排西夏文小字，小字下方画了几座山，山前有立着一些炮楼样式的建筑物，还有几棵树。把头一脸迷茫，这是什么？西夏文画地图，怎么看着还有炮楼？把头都看不懂的东西，我们几个更不知道。豆芽仔老嚷嚷着：“完犊子了，亏了，亏大发了！”的确，要是九眼天珠就发了，舍利子也行，可这羊皮纸上都不知道写的啥，根本不值钱。把这东西先收起来，过后再好好研究研究。云峰，你拿上东西，跟我去找一个人。牙仔，你和小轩留下来看家。把头说要我拿上的东西，指的是铁塔和钻下来的那些铁屑。我们去找的这个人很厉害，是做砚的高手。做砚不光有作假，还有非常厉害的修复手段。5个小时收费5万块钱，核算着1小时1万块，又速度又高效。刘元宁收货时也仔细检查过，他没说什么，这就是代表没看出来。我们顺利拿到了余下货款，分钱的时候豆芽仔高兴坏了，他说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，加上之前的出的货，我们总共拿到700多个点。按照规矩，把头拿40%，剩下60%要刨出去10%当团队经费，剩下的由我、豆芽仔和小轩3人分。原本有清新品我们分不到这么多，现在等于我们4个把他那份吃了，每个人100多万啊！云峰，谢谢你带我入行。豆芽仔亲了我一下，卧槽，你小子恶不恶心？大男人的你羞不羞？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是不是比跟着你老舅跑船挣得多？那是，跑10年船都攒不下这么多。过了片刻，豆芽仔又笑呵呵地说：“云峰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忘了什么？你再好好想想咱们在船上的日子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记起来了，原来是那件事。行了，给你，亏你这小子记得这么清楚。那几天我们3个在银川玩了个遍，吃驼峰，美食买名牌衣服，逛街消费想买啥就买。小轩买了好几件手工回族衣服，豆芽仔买了几瓶很贵的枸杞药酒。回来之后，他笑呵呵的给把头倒了1小杯，也给我倒了半杯。才多大点就喝枸杞酒，我也真服了你。你懂什么？这些是我买来准备以后结婚用的。我买的这酒，老板说颗颗都是枸杞王，1颗顶10颗。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云峰，玩也玩够了，我们回一趟护特部，把东西给阿吉他们送过去，咱们再去黑水城看看。都准备好了啊，把头。不过那个发电机有点重。没事，我跟商总讲过了，他答应借咱们几匹好骆驼用。没什么事的话，下午去把骆驼牵回来，明天就出发。我们几个去驼园牵了几只骆驼，小轩有心买了一大堆小孩吃的零食，想带过去给送我们去护特部的那2小孩，装满了2个蛇皮袋。这次我们出发没有叫向导老张，因为地形已经记得很清楚了。来到护特部，阿吉兴冲冲的出来迎接我们。他看到骆驼背上捆的新发电机后，两眼直放光。怎样，阿吉？我说话算话吧，大宇牌的，比你那破发电机不知道好多少倍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云峰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发电机，你这次真的是有心了。扭头见四周无人，我小声说：“阿吉，你想不想要个更好的手机？带的新游戏绝对比雷电好玩，我下次给你弄一个。”你们是不是还要去找哈拉浩特？你们想让呼噜叔带你们走，还要我当翻译？你太聪明了，怎样？可以？阿吉，你想不想要个更好的手机？带的新游戏绝对比雷电好玩，我下次给你弄一个。你们是不是还要去找哈拉浩特？你们想让呼噜叔带你们走，还要我当翻译？你太聪明了，怎样？可以吗？阿吉挺会说的，他又说服了呼噜叔再带我们去找一次黑水城。休整了接近2天，把头和呼噜叔交换了意见，说可以出发了。
上次从枯井那里返回来用了3天半，这次再去只花了2天半不到。等到了那个地方，我一眼发现了有处地方不对头。我们上次埋骨头堆了个坟包呢，怎么看不到了？难道长腿跑了？叔说这应该是前几天刮了大风，那些土因为干燥所以流动性强，都被大风吹散了。不对，即便这样，怎么这里一根都看不到？就算土刮跑了，骨头也让大风刮跑了。这可真是怪事，会不会是让野狼野狗的叼走了？那种死了几百年的白巧克力，野狗不会吃的，闻都不闻。牙仔，你怎么没点常识？这时候小轩突然喊道：“你们快看，枯井那里怎么又盖上了一块青石板？我们走后，谁又用石板盖住了井？”走近一看，这才发现石板上雕刻的题材有所不同，看石雕板的断面风化程度像是新的。这哪来的？葫芦叔，难道说附近有人住在这？叔他说没人住这里，再往下走有一条小河床。7月8月雨季时会有水，现在不是雨季，河床里应该没什么水了。那还真见鬼了，没人住井盖哪来的？这井盖能卖不少，正常人傻丢到这里。大家还是别乱想了，想了也没用。这里还在哈拉浩特地界边缘，再往里走走看。我提议咱跟着导航走吧。哇，云峰，你怎么都用上苹果14了？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全新 ETB 的顶配 iPhone 14 Pro Max。那我也能领吗？可以啊，左下角不仅有5000台苹果14，还有5000台 iPad， 都是全新顶配机。刷到视频的点链接进去下载注册都有机会领，都是旗舰店发货的。肯定又是拉人助力砍一刀的套路吧？没有啊。左下角链接点进去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领完填个地址，24小时之内就官方直邮到家了。不信你们自己试试。好，那我赶紧领一个。快走吧，天都要黑了。走了不到1小时，我们看到了呼噜叔说的小河沟，站在这里，人牵着骆驼能闻到一股很重的臭味，臭得呛鼻子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的骆驼想凑过来喝水，拉绳子都拽不住，绳子带着小轩往前滑。不用管，让骆驼喝吧。水这么脏能喝吗？别把骆驼喝拉肚子了噻。不碍事，沙漠里骆驼多脏的水都能喝，只要不常喝就没事。哇，我刚刚在左下角领的苹果14真的发货了。那你再呱呱唧，还能领个 iPad 呢？看骆驼不停地喝了这么多脏水，阿吉有些忧虑地说：“骆驼对水源很敏感，现在喝了这么多，这说明往前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淡水了。”阿吉正说话的同时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骆驼喝了很多水，导致水位下降。只见水底隐约有些白色长条状物体，水比较黑，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到。走近一看，我们发现河底竟然是一堆白巧克力。妈呀，冷不丁吓了我一跳。阿吉，会不会是我们走后你们部落里其他人干的？不会的，我们住的窑洞都在西边，放羊在月牙绿洲附近，平常几乎不会有人往东边这走，况且要走好几天的路程。那就奇怪了，鸟不拉屎的地方没人来，难道那些骨头自己动的？别猜了，这附近地带不像有城址，我们往前走，找处避风的地方吃东西过夜。我们紧赶慢赶，总算在天黑之前搭上了棚包，生了火堆。晚上围着火堆吃干粮喝水，捡来的干草树枝烧得噼里啪啦，没人说话，大家都在享受阿拉善沙漠中这片刻的宁静。我看到把头眉头紧锁在发愣，正盯着一旁的石头，觉得疑惑，我就走过去问了问：“怎么了，把头？看什么呢？”把头回过神来，轻昵了声说：“云峰，你把针拿过来，往这里下下看。”那是大石头啊，把头突然下针干嘛？又不是打灌顶。试试看吧，我总感觉这地方有点不对劲。那行吧，我让豆芽仔和我一起过来试试。拿上锤子，我扶着铁柱灌顶用的圆形叉子，豆芽仔定了点就开始了。他经验不足，刚开始几下差点把我手上。你能不能看准点？我这手差点就让你给整废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让我来。没事，刚刚手滑了一下，放心吧，我准头很好的。灌顶针破石头威力大，结果砸了没几下我就感觉到对头。这不对啊，这石头上层硬，下层软，根本不吃力。把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块石头以前被长时间烧过。烧过？把头，你的意思难道是我们脚底下这块是砂石？砂石被大火烧过，硬度会降低，过多少年都这样，而软石青石类就不会。看来这石头当年经历过黑水城那场大火。这块石头当年具体做什么用的我不确定，有可能是当年城内某处建筑的承重墙，也有可能是黑水城东西大道上的铺路石。这说明我们已经踏进了黑水城的范围领地了。都赶快休息吧，明天早些赶路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把头就把我叫醒了。呼噜叔说的那个地方离这里大概30多公里，我们要早起赶路。豆芽仔打了个哈欠，指着天上说：“天都没亮，多睡会不行吗？”这啊你一天天就知道睡，忘了我们来干嘛了？小轩骑着骆驼靠过去踢了豆芽仔一脚，豆芽仔骑在骆驼上嘿嘿一笑，
小轩姐踢得真舒服，再来一脚呗。都别吵了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顺着我说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黄沙地上横七杂八躺着一些石头塔尖，还有2块打磨修整过的长条状石条，看起来像是门梁或者地基。加快速度走过去，把头率先靠近看了看。看来猜的没错，我们已经到了黑水城附近的遗址了。云峰，上铲子，这个地方地下一定有东西。一听到要上铲子，豆芽仔着急忙慌的将东西给带了。小轩，豆芽仔，我们在人质不断的往下挖，不到一会的功夫，我们看到挖的沙坑里0708散落着一些铜扁壶，粗略扫一眼10几个。这一坑最后共清理出16个西夏铜扁壶，有了这些货，几天总算是没白忙活。这时候把头说，有的这些东西，怎么这趟下来也算是没白跑。粗略看了一下，大概能有几10个点。收拾收拾，继续向深处走，继续向深处走。把头注意着全局，他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要走，什么时候该回，我们都听他的。这天晚上露营，大家天天挖沙子够累，都休息得很早。我刚躺下睡着不久，忽然听到棚包外豆芽仔小声喊：“喂，云峰，云峰，干嘛啊，牙仔？刚躺下，我又发现了一处地方有宝贝，快起来，咱们去挖吧。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。这大半夜的，好好睡觉。你快起来行不？不骗你，真是硬货。骗你是小狗。哦，你发现了什么硬货？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啊。咦，我有些搞不明白，往常豆芽仔找我时都是直接钻进来，这次为什么一定要我出去？现在是晚上10点多，外面还生着火堆，火光照亮了这里。我看到棚包上豆芽仔影子拖得老长，试探着问：牙仔，咱们这2天挖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我哪知道，挖了那么多东西，记不住啊。再好好想想，你忘了见到那件东西，你还夸阿吉来着。云峰，你说的是？就是那个青花瓷瓶啊，雍正的釉里红官窑。对对，就那个瓷瓶。豆芽仔在棚包外嘿嘿的笑了起来，我脸色唰的一下白了。哪有什么雍正釉里红瓷瓶，我就随便说说的。我们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天，压根一件瓷器都没见到过。云峰，你快出来啊！你要不出来，那我可进去了。撕拉一声，我看到棚包直接被一把小刀划开了，我下意识往后挪了挪身子。牙仔，你干什么？你割的我肚子好疼，你割的我肚子好疼。你不是豆芽仔，你到底是谁？他还是重复着这一句话，双手举着小刀朝我肚子上走来。原来是在做梦，吓死我了。休整了半天，下午我们继续深入黑水城遗址。呼噜叔说这地方他只来过一次，阿拉善这么大，至于再往前面走是哪里，他也没去过。我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天色阴沉的压抑，地上是干沙碎石，风滚草都少了很多。这里是真正的无人区，大家别走太远，尽量保持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。牙仔，你和阿吉一队；云峰，你和小轩一队，都注意脚下的东西。如果发现有石砖残件，就要仔细留意。随后一人拿上把短柄铲散开了。在阿拉善跑了这么多天，小轩脸上大小姐的气息少了太多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小轩虽然是个混女，但一路走过来没听她抱怨过，不容易的。快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砖吗？快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砖吗？是青砖，你等等，砖上好像有字。从地上捡起来仔细研究了一遍，青砖表面有一个刀刻的西夏文字，有些模糊，砖头不值钱。小轩，让开点，我准备在这里下个探洞看看。刚开始洛阳铲前端带上来的都是沙子，又往下探了1米5，见到了土，看带上来的土是熟土，我知道可能有戏。这时候豆芽在扛着短锹跑过来问：怎么了？是不是出货了？没，这不刚打下来吗？再看看。我一边说话一边往坑上扔土。忽然我手中的铁锹碰到了硬物，我又往下挖，结果铁锹当当当，到处都是石头。这时把头和呼噜叔也过来了。原来铁锹碰到的不是石头，是一个石磨盘。这个磨盘斜着插在地下，估计直径超过了2米。就算有人要这东西也带不走，太重了搬不动。此时我们注意力都放在了石磨盘上，忽然就听到阿吉大喊道：有人！那是谁？谁在那？怎么回事？阿吉，哪有人？所有人吓了一跳。我们顺着阿吉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远处几百米远的地方有个人正看着我们。我们看到了对方，对方也肯定看到了我们。距离太远，看不清是男是女，也看不清这人穿的衣服。我们只看到这人好像牵着一条狗。豆芽仔喊了一嗓子，这人牵着狗立马掉头跑。完了完了，我们被发现了！不是说这里是无人区吗？刚才分明是个人。叔说这地方不可能有人住，这里没有水没有吃的，鸟都不会往这里飞。都别猜了，跟上去看看。顺着那人离开的方向，我们骑着骆驼一直追了2、3个小时，愣是没看到一个人影。别说人，
狗影也没看到。奇怪了，这里四周开阔，没山没水没树，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跑没影了？难道说我们都花眼了，都看错了？要说一个人眼花了还有可能，可一群人这不可能的，都别说，这里不能干了，咱们得赶紧离开。这第二次在阿拉善沙漠里找黑水城，就这么无疾而终。隔天早上，在呼噜叔的带领下，我们一路往回赶，路过护特部也没停留，我们几个直接带着东西回了银川。为了保险，这次我们换了一家新旅馆。旅店房间内，豆芽仔耷拉着脸说：“疯子啊，我这2天又眼皮老是跳，不吉利啊！”别说丧气话，没准那就是个牧民，他是看到了我们在挖土，可不一定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我说这话自己都感觉没底气。小轩双手托着下巴道：“我觉得我们应该买点水和食物，然后藏起来，等过个1年半载的再出来。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可受不了那种日子。”吱呀一声，这时突然间房门被推开了，吓了我们一跳。看到进来的是把头，我松了口气。把头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要不要去黑水城附近挖宝了？去，但不是最近，最近我们要老实点，躲一阵看看情况再说。那这次的东西我们还出不出了？原本计划回来就联系买主，但昨天我又想了想，安全起见，这批货先等等，再等1礼拜看看。那1个多礼拜我们很少出门，旅馆窗帘白天都一直拉着，吃饭都是晚上派一个人出去买。旅店房间里有一个 VCD， 我和豆芽仔天天躺沙发上看影碟机，有时也怕陌生人敲门。没曾想到，接下来我们团队第一次碰到了危险，那就是房东的女儿小苗。她在1楼底商房东开了个小超市，小苗放学后会帮她爸看超市。超市除了卖烟酒零食外，还有一项业务租影碟。豆芽仔和我都爱看林正英演的僵尸片，每天晚上下去买烟都能见到小苗，一来二回就混熟了。后来他说小苗背着他老爸跟他好上了。你一个干盗墓打洞的，怎么敢这么干？不要命了？他爸要是知道了，不把你腿打断？这不是一时情不自禁吗？峰哥我不管，这事你得对把头保密。事情就发生在当天晚上，小苗在卧室帮我们扫地，地上有不少烟头瓜子皮。我看到小苗正在打扫床底下，他撩开床单，正鼓捣着我们床下的包裹。床下几个大包，包里装着分节洛阳铲短柄、铲蓬包、手电等工具，还装着我们在黑水城挖出来的那批货。我瞬间清醒了，差点就吓尿。别动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进来不敲门？不知道这是私人空间吗？这么没素质，你是小偷吗？这时候豆芽仔也进来了，发现我拽着小苗，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。小苗，你进我们屋干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来给你送包子，看到你们房间这么脏，就想着帮忙扫扫地。那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到，我先走了。小苗转身想要跑，豆芽仔一把拽住他胳膊，把人拽了回来。我和豆芽仔把小苗堵沙发上，不敢让他离开。都怪你小子鄙视多，你要不让他会早上来给你送包子，他不送包子会帮我们打扫卫生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怎么知道他会过来打扫卫生？赶紧想想办法吧。小苗肯定看到了铜扁壶和洛阳铲，他不傻，再加上这几天我们都是晚上才敢下楼活动，白天窗帘都拉着，稍微过脑子，他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看着点人别跑了，等把头过来再说吧。我急急忙忙地跑到门外，拿出手机给把头打了个电话，可遗憾的是把头那边一直没人接。这时候已经是晚上，我接连打个把钟头，还是没人接。我突然觉得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，进了房间说：“快收拾东西，离开这里。”那他呢？他怎么办？先带着他，等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再放人走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牙仔看好你手机，把头回来了，找不到我们会打你电话。快收拾，现在就走。豆芽仔将这件事告诉了小轩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我和豆芽仔一人提2个，小轩不用拿包，他的任务就是看好小苗。2点服，关好房门。我故意没嘴，因为怕把头回来进不去。我们跑出了旅馆，豆芽仔提的那个最沉，那包里还放着阿扎的血玛瑙原石。我们提着包一连跑了半个多小时，在公路旁边发现了一个集装箱，应该是废弃的。我指了指破集装箱，随后我们几个人就走进去。怎样，打通了吗？有没有人接？还是没人接。哭什么哭？就知道哭！你们让我走吧，你们不要害我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模糊的光线中，我看到小轩拿起了一条凳子头。不要打我！我冲过去一把夺过来凳子，被扔地上。你干什么？疯了你！还嫌事情不够麻烦？你怎么这么牛逼，还想杀人？小轩被我吼了，他蹲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陷入了沉默。突然间，豆芽仔兴奋地举起手机喊：“来了！把头来电话了！”云峰，你们人都去哪了？把头，你快过来吧！我们现在躲在外面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具体出什么事了？讲清楚。给我来说。看豆芽仔半天说不到重点上，我把电话拿了过来。我在电话中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把头。把头听后问：“你们人现在在哪？我过去找你们。”从旅馆出来向南走，过几个红绿灯，路边有个楼盘的广告牌，我们现在都在这边的一个废集装箱里躲着。你快过来吧，把头。知道了，就在那等。把头，你快过来吧，
我们的东西被人给发现了，现在在公路旁的集装箱里躲着。知道了，就在那等我。半小时后，旅馆离这里不远，我忽然听到有人拍门。谁？云峰，快开门，是我。打开集装箱，把头一脸寒霜的站在我面前。现在怎么办，把头？女娃，你别怕，我问你，你要说实话，你爸现在知道这事吗？他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把头又拿出手机说：女娃，我保证你不会有事，我们也绝不会伤害你。现在你照我说的做，跟你爸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，就说你在同学家留宿一晚，让你爸别担心。明天我们就放你回去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说话算话。考虑了几分钟，小苗颤抖着接过来把头的手机，拨打了小超市的座机号。喂，爸，是我，小苗。死妮子，你去哪了？一下午没个影，打了你学校电话，值班老师说放假了，你现在在哪？今天菲菲过生日，我在她家住一晚上，明天一早就回去了。越大越管不住你了是不？翅膀硬了都敢夜不归宿了。爸，就一晚上，明天我就回去，求你了。行了，别来这套，晚上就在菲菲家，听到了不？别跟你那些男同学出去鬼混，知道了吗？很好，女娃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饿不饿？小苗看起来还是有些害怕把头问饿不饿，他先是点点头，又马上摇摇头。云峰，你去吧，刚才我过来看那边有个卖包子的，你去买点过来，跑了一天都累了吧？片刻后，我在包子店买了几袋子包子，然后回到了集装箱，递给小苗一个包子一杯豆浆，把头招呼我们坐下。大头，明天咱们怎么办？有什么好办法没？出来谈吧。我一直没说你们年纪小，入行浅，这次的事给你们上了一课，记住，以后不管去到哪里都不要掉以轻心，尤其是你牙仔，你这吊儿郎当的性格得改改，要不然以后还会吃亏。知道了，把头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那行，明天回去。回去哪？回旅馆吗？不行啊，回去就完蛋了啊！把头，我们赶紧跑吧，离开银川。再不济，我们可以学那个叫阿扎的小子，我们进阿拉善找个废矿坑躲进去，可不敢回去啊！把头，躲矿坑里，牙仔，你要当老鼠吗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们几个带着大包小包，连招呼都没打，房也没退，就这么平白无故失踪了。时间久了，正常人会怎么想？那把头，你的意思是摊牌了？把头点点头，他正要开口说话，我忽然听到铁门那传来的动静，小苗拉开铁皮门跑了。快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小轩第一个跑着去追，结果小苗还没跑到马路上，就被小轩揪着头发拽。跑还跑吗？知道疼了，还敢不敢了？求求你别抓我头发了，我不跑了还不行吗？走吧，现在回去。于是我们又提着大包往回赶，赶到旅馆见到了房东。房东看到是我们，愣着说：我以为你们不退房就走了呢，这昨晚上是去哪了呀？大包小包的。爸。咦，闺女，你不是去菲菲家过生日了？怎么和这些人在一起？把头笑着走过去，指了指楼上说：你好，我们楼上谈谈吧，把你女儿也叫上。谈什么？什么事不能在这说？这里人多耳杂，是关于你闺女的事，还是去楼上说吧？那天下午我们都在外面，把头和小苗爸在房间内足足谈了一下午，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。等天黑了，把头才从房间里。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小女孩这里，你们三个跟人道个歉，随后拿好东西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晚上小苗脸色好看了点，我们三个依次上去给她道了歉。小苗眼神复杂的看豆芽仔，临走前又单独跟小苗见了一面，我也没去听他俩说啥。自此一别，豆芽仔和小苗再也没有相见。那一晚，把头带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拿着大包小包没地方可去，又不敢再去市里住旅馆，最后穿过国道，我们停在了一片沙地上，也没扎营，提着包跑了一天都很累，我们就那样躺在地上枕着背包睡了过去。人需要时间成长，如果几年后我和豆芽仔再碰到这件事，肯定不会这么处理，当时都是半大孩子，做事不考虑。哟，咋混的？王把头怎么住这荒郊野外了？路上出了点状况，还是先谈正事吧。这批货你要不要？西夏的铜扁壶15个，一个2.2，铜杂件的价格你说了算，不还价。2.2不行，没力，1.5吧。把头摇摇头没说话。1.8怎么样？二人面无表情的对视了几分钟，刘元凝板着的脸松开，突然笑道：王把头，你这次就叫了我过来，看来是吃定我了。行吧，2.2就2.2，我就不讲了。15个铜扁壶我打包给你33，铜杂件我算4行吧，总共37。皮卡车副驾驶有个塑料袋，刘远宁拿出来10几摞，随后就离开了，带着这30多万的钞票。当天我们才赶进了旅店。把头笑道：我出去几天，
你们这几天注意点安全。几天啊，把头？不好说，反正事情有了结果，我就会回来，除非有紧急情况，否则你们不要给我打电话。有事的话，我会联系你们。又交代了我们几句，随后把头提着小包离开了。小轩，该你做饭了吧？啊，昨晚上是我煮的方便面。吃什么啊？好像没什么菜，就土豆了，还剩一块肉，把头走之前买的。那要不你给炒个菜，就炒个土豆炖肉，再蒸点米饭得了。可以啊，你们等着。1个小时后，小轩不好意思地端来一盆子东西。豆芽仔瞪大眼指着盆说：“这什么？草莓？”小轩，这是你炒的土豆炖肉。不好意思，火太大，我忘放油了。行了，芽仔你尝尝，没准吃起来不错呢。怎么样？后来就再也不敢让轩轩做饭了，什么菜都炒了。白天我们几人根本不敢出去，只是到了晚上，沙坡头旅游景点那时候人不多，每天6点关门后更没人，我们晚上会偷偷翻墙进去，在广场玩一会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把头终于回来了。哼，都多大人了，还玩滑滑梯？是谁带的头？我和豆芽仔、轩轩面面相觑，都像是一个做错事手足无措的孩子。赵轩轩突然开口道：“是我把头，我晚上无聊，是我让云峰和豆芽仔带我出来玩的。”把头看了看我们3人，也是一脸无奈地说了接下来的事。黑水城干尸肚子里藏的阿育王塔，塔身里藏的羊皮纸，谜团解开了。把头为什么这么严肃？因为羊皮图上记载的事件是爆炸性的，是对历史的颠覆。阿育王塔历朝历代都供奉的至宝，可我们这个却藏着一卷羊皮纸。现在我知道了，这东西太重要，若没有塔里这段记载，恐怕真相永远无人知晓。如果羊皮纸上的西夏公文不是胡编乱造，那就说明夏末帝李宪没死。什么？把头，你说李宪没死啊？蒙古灭西夏，成吉思汗死后下密令屠城。李宪作为亡国之君，怎么可能在重兵包围之下逃走？如果这样，他是怎么在蒙古人眼皮子底下偷天换日的？还有，近40万西夏人被屠城杀害，李宪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几千人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我们在黑水城附近发现的干尸是谁？这干尸怎么跑到黑水城地底下了？谁把这卷羊皮纸放阿育王塔里的？又是谁藏人肚子里的？这个不好说。对了，云峰，那块石头呢？阿扎的血玛瑙在我包里呢。我有个大计划需要用钱，打算把它变现。把血玛瑙变现？可珠宝原石这块我们庄子不对口，看样子阿扎为了这块石头得罪了人。咱们现在不缺钱，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卖血玛瑙？对呀，把头，上次阿育王塔分了不少啊，把头，我们一人几十个呢，要不咱们凑钱？不用，这次我想玩把大的，我打算回关北派一些高手过来，把黑水城翻个底朝天。啊？什么？不行，把头，你对羊皮卷太执着了，黑水城不找了就不找了，回关坚决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很可能我们最后什么都剩不下，还可能被一窝端。不行啊，把头，你就是对羊皮卷太执着了，黑水城不找了就不找了，回关坚决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很可能我们最后什么都剩不下，还可能被一窝端。把头对我的反对很惊讶，因为一直以来把头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随后他又问豆芽仔和小轩：“你俩呢？”豆芽仔知道个屁，他连北派的回关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小轩就更别说了。回关的事你不同意就先放，但血玛瑙不能放手里太久，我要冒风险试一试。这个可以有，但是怎么出手呢？本来我的计划是请人雕刻做成品，现在只有切开来卖了，就是解石。那我们去哪儿去？不知道银川这边有没有玩赌石的，北方那边倒是有不少。我以前和朋友玩过1、2次翡翠原石，主要庄子不对口，要不我们买台油锯自己切。说着，我便来到了银川新庆区的信义市场。我来他这里买过几次水果，店老板是个40出头的女人，她的店门口就有台2手油锯。夏姐，有香蕉吗？小伙子，是你啊，香蕉有啊，1块2一斤。那给我来5斤吧。志学，别看电视了，我手机有活，来给客人称5斤香蕉，快点的。我知道了妈，这就来，5斤6块。这哪个5斤啊？你看看称再说吧。我家一直这样卖的，要不你到别处。不好意思，孩子小不会说话。小伙子，这不够5斤，我再给你添点。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当即走到油锯那里开口说：“这什么东西啊，夏姐？应该是个电锯吧，我老公以前收回来的。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这个卖吗？这东西不卖，以前有收破烂的问过，我摆这里留个念想。收破烂的给你多少钱？好像是150。我给你300，怎样？这不是钱的事。500。
小伙子，我说了，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，主要是我一看到这东西就想到我老公，这东西都不知道能不能用了，你要它干嘛？你就别为难我了。看来这东西对他真的挺重要的，那借一下行不？借？怎么个借法？我把邮具拉回去用，等用完了我再送回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放2000块押金在这里。要只是用一下可以，至于押金就算了。小伙子，你买我好几次水果了，看着也不像是坏人，用完一定要给我送回来啊！用完一定要给我送回来啊！没问题，一准给您送回来。收着吧，夏姐，你拿了押金，我心里踏实点。那好吧，这东西有几百斤重，小伙子你要怎么拉走？今晚吧，晚上我找辆小货车来拉走。回到沙坡头平房，我把这件事说给了把头。这样也好，拉回这里切最掩人耳目，别人也发现不了。我现在去外面找辆小货车。当天晚上9点多，我和豆芽仔跟着把头坐着小货车去了信义市场。夏姐，我来拉东西了，在吗？夏姐，是不是睡着了？你小子还好这口。我白天都和他说好了，咱们先装车吧，一人一个脚，小心点抬，这东西很重。就在这时，水果店里走出来一个小姑娘，见我们4个正抬邮具，气冲冲地指着我们。干什么呢？你们快给我放下来！等把邮具搬上车，我忙回头解释。误会，你是夏姐的女儿吧？我跟夏姐说了，你家这东西我只是借用一下。你等着，我问问我妈。她用店里座机拨号，我走近一听，电话那边传来的是夏姐声音。小七，我知道了，让那小伙子把东西拉走吧。她上下打量我一眼，狐疑地说：那你有电话吗？留个号码，别到时候找不到你了。我还没买手机，于是便把豆芽仔的号告诉她。晚上10点多，我们把邮具拉回了沙坡头，补到了邮具几分钟，豆芽仔按下启动按钮，预想中的机器轰鸣声没有，这东西没反应，不会真是放太久放坏了吧？我走过去仔细看了看，只是邮具邮箱里没油了，机器应该没坏。随后把头不知道去哪里搞来了一桶油，加满油后，只听见轰隆一声，邮具启动。邮具是能用了，可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切呢？拿出原石研究了半天，豆芽仔和我的意见不一样。随后把头提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把原石头顶削去一块，这样做不会浪费料子，又能看清内部构造。削掉的这块还能做牌子、挂件类的小玩意。这个办法好，不愧是把头。既然说好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咱们不该上炷香什么的吗？祈求顺利。哦对，我给忘了，东西我前天就买好了。牙仔快拿出来点上。财神爷保佑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我豆芽仔给您磕一个。开了。这晚银川天上有月亮，在白白的月光映照下，我眼前出现了一抹妖红色，分外扎眼。发了，这一看就是好东西，一定是财神爷感受到我的诚意了。石头切开，尘埃落定，把头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石头切开，尘埃落定，把头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牙仔，你别高兴太早了，现在它再好看也是一块石头，而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。对，变现最重要。把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是直接这样卖，还是再加工？肯定要加工，一是因为加工过后原石大变样，不容易被人认出来；二是因为上好的工可以让最后成品的卖家翻跟头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去哪里加工安全呢？云峰，你回趟潘家园，看看能找到好的南方工。石头这行我朋友少说不上话，要看你了。银川这里的雕刻师我不太放心。不对啊，把头，我听说雕成品的时间很长，不是3、2天就能出来的，难道我一直在那等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，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。牙仔、小轩和你一块回，多个人多双眼，路上安全。你那把头，你不走？还记不得那件白马扁平，我给别人了，我得去找他，估计解决完要好几天。那块原石对我们很重要，可能下几次坑都捞不到这么多。云峰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放心吧，把头。我们3个是第2天下午离开的，坐上了从银川回潘家园坐的火车。等我们到了，已经是3天后了。我和豆芽仔都戴了一顶帽子。出车站时，豆芽仔还买了3副墨镜。当我背着包再次走过华威桥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想什么呢，疯子？没什么，走吧，咱们进去转转。这天潘家园刚好是周6，人很多，大棚地摊全部开放。大棚里一阵嘈杂，穿过了几个区，我们到地方了。眼前3家门面紧挨着，一家叫腾冲精品玉器店，一家叫翠上房，最后一家名字叫阿亮翡翠行。我们直接进了第一家店。3位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，还是随便看看？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老板平常都不在店里，您如果有事的话可以联系老板。好，麻烦把电话给我一下。女销售递过来一张白色名片，底下印着小灵通的手机号，左下角写着赵强。我照着号码用豆芽仔手机打了过去。你好，哪位？你好，赵老板，我姓夏，有点生意想跟您谈一下，能不能见个面？姓向？我不认识姓向的。你叫什么？向子明。向子明。不认识。你刚才说谈生意，谈什么生意？玛瑙生意，阿拉善玛瑙。你找错人了，我做翡翠生的，庄子不对口啊。就这样挂了。我刚从银川过来。你在店里等等，我这就过。赵老板来到店里，打开了我们用报纸包裹的原石，吓了一跳。他想以3万8的价格收购我们手里的这块原石，豆芽仔当即就怒了。
抱着原石就想出门。赵老板，那就不谈了，我收回刚才说卖原石的话。要是找大师公呢？我义务帮你引荐一下可以，就当交朋友了。另外大师也不是给钱就雕的，他们也要看料子，这个要你们自己谈。赵老板给我们引荐的是潘家园最有名的一位雕刻大师天工周晓通，可遗憾的是，在农展馆刚见面，这人就直截了当的说自己不雕玛瑙。我说大师您先看看石头，工钱这方面都好说。他笑着说，不用看了几位，我本人对阿拉善玛瑙兴趣不大，你们请回吧。牙仔，把原石给他看看。邹晓通不耐烦的扭头瞥了一眼，报纸没有全部撤掉，我们的石头只露出来一小部分，原石表面近乎于腰的红色太抢眼了。邹晓通被吸引，他走过去撤掉报纸，足足看了5、6分钟，逐渐看入迷了。这东西是阿拉善的玛瑙，底子怎么这么细？绝了，绝了，这还真是绝了！这块石头我做了。那大师，您的工钱是？行里我的工价一直很稳定，像做这么大的雕件，价格都在8左右。啥？工钱8万？不行不行，我们不做了，太贵了。邹晓通急了，对这块玛瑙石爱不释手，他急着说，这块石头十分特殊，我可以给们个朋友价，工钱7万怎么样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太贵了，我不雕了。那你说给多少吧？工钱不是问题，主要是我对这块石头有了灵感。豆芽仔想了2分钟，伸出了3根手指头。3万太低了，这样会拉低我近几年来维持的行业均价。麻烦请几位尊重我的手艺，重新出个价格。3万？你还想要3万？我说的是3000。周晓通万万没想到，豆芽仔竟然会报这么一个价格，下巴都快贴地上。这哪还是什么工艺大师的价，这学徒价吧。我觉得豆芽仔有点过了，我心里觉着在3万左右比较合适。我刚想开口说话，豆芽仔已经上手包石头了。邹晓通按住了石头。你慌什么？我们还没谈好呢，不是？后来我们达成了秘密协议，之所以叫秘密协议，是因为邹晓通说3000就3000，但这价格我们要严格保密，不能对外人透露，因为他想拿到中宝协百花雕刻大赛金奖，而想要拿到这次的冠军，就必须要一块极为特殊的原石，而我们的阿拉善玛瑙就成了他爱不释手的雕刻对象。一连玩了好多天，那天我接到邹师傅通知，说我们的血玛瑙雕好了。到顺义见面后，我看他黑眼圈很严重。周师傅，你是几天没睡觉了？别说那些了，等着，我马上拿过来。几分钟后，他从2楼抱着个木头盒下来了。各位请看，作品名《火焰山》。不愧是大师级手工，周师傅真是好手艺。来，这是你的3000块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一手交货。既然作品已经帮你们完成，那你们是不是也该答应我的条件，借我几天去参赛？行，没问题。邹晓通非常喜欢这件作品，他前天说想出85个买下来，我当时没答应，能从3万8的价格到85，现在又脱胎换骨，我想着能更高，不说400，能到200到300这个区间我就卖。而就在那一天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我们的计划被人知道了。我们3人正乐呵呵地赶往驻地地方3里屯，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跟我说话，回过头，这人猛地一手用啤酒瓶子砸了我一下，距离太近，毫无征兆。豆芽仔看到了这一幕，他反应过来后抓起一把台椅，红着眼睛冲了过来。而当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被人困在了一个地下道内。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有几个人，男子走到我们面前，然后说：自我介绍下，我姓金，金雷皇，老家银川的。金家2兄弟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，这刚一到潘家园没几天就被你们知道了。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说吧，到底想怎样？我这人不喜欢墨迹，那雕刻师已经供认了，他说东西昨天雕好后就已经交给你们了，所以说我的玛瑙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口道：东西在木偶剧院，在一个叫赵清婉的女人手里。当初我们离开邯郸，把头通过乞丐刘烨送了钱，当时是2个穿着蓝天救援衣服的人拿走了钱。自那开始到现在，长春会再也没有找过我们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交了钱成了小弟，受赵清婉女士的庇护。小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那个叫赵清婉的女人长什么样？40多岁，短发，鼻子上有刻痣，在木偶剧院售票部当经理。行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这几天就要麻烦几位在这里多等一段时间了。怎么样？我这招祸水东引的计划还行吧？金雷皇去找了木偶剧院，那是赵清婉的大本营。金家兄弟一过去，他们就知道我们出了事，到时候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。那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可惜了，咱们这次真是被打惨了。要是乞丐留在这，软件一抖能把这些人全扎死。眼下把头不在，我们孤立无援，搞不好就被废了双腿双手，扔马路上要饭了。豆芽仔这时候已经昏迷不醒，我和小轩也被人打得鼻青脸肿。我现在想的是，如果赵清婉知道是我们几个出了事，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。那要是不知道呢？小兄弟，明天时间就到了，你放心，
明天会有人给你们钱的，你们的老大不会白走这一趟。为了你们好，希望你说的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不过现在我们有个要求。哦，什么要求？我们要点吃的，还要2碗水，不吃饱了，明天没力气走路了。那这没问题，亲爱的，你去吧。小卖部老板不是你妹夫吗？去买几个面包，买几瓶水，顺便再帮我拿2包软玉溪。哎呀，雷哥，人家腿疼不想走吗？你老使唤人家。给你，照我说的错，赶紧去吧，我的小可爱，赶紧去吧，我的小可爱。不到半小时，女人提着个塑料袋回来了。她买了一些便宜的包装面包，还买了3瓶矿泉水。随后她把塑料袋扔到地上，笑着出去了。而就在我们正吃着东西的时候，我吃到一个纸团。豆芽仔看到了这一幕想说话，我马上制止了他。打开纸团，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：明天去木偶剧院真功夫快餐店后厨。可能是刚才那个小芳姐写的。我知道东西是她买的，肯定她嫌疑最大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又改了口。金雷皇问送钱的人几点到，我说按照约定，3天后给钱的人会在真功夫快餐厅的后厨和我碰面。金雷皇没起什么疑心，他吩咐5、6个小弟把我们双手绑着，来到了木偶剧院的后厨。哟，这不像老板吗？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东西是真不错，钱我带来了。走，先出去喝杯茶。男人拍了拍我，我对小轩和豆芽仔使了个眼色，当下就跟着光头男向外走。操，哥几个，咱们这是被无视了。要去哪儿？几位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是过来要钱的，你们搞错了。没有误会，我问你，你是想要留这只手呢，还是这只脚？小象兄弟无需担心，那些人不会再出来了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，能说的话我会回答你。那个城中村的小芳姐是你们的人？对呀，是我们的人。能不能见一下赵女士？我们3个想当面谢谢她的救命之恩。这个不行，老板不会见你们的，你只要知道2点就行了。1，你们20万不是白交的。2，老板的主要对手是长春会，收你们的钱是顺带着帮一下。我时间到了。对了，后厨你们就不要进去看了。再会。我们人是得救了，但还有一大堆麻烦要处理，那就是周小通，我们的玛瑙。会不会因为金氏兄弟的原因，周小通带着东西跑路了？带着些许疑问，当天下午我们3去了顺义天竺，去找邹小通，去找他要回我们的血玛瑙。到了地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邹小通竟然正坐在门口等我们呢。他脚下还放着个黑色单肩包，脸上也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。来了，今天是第3天，我都等你们小半天了。邹师傅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来了，今天是第3天，我都等你们小半天了。邹师傅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最近家里出了点状况，家里太乱，就不请你们进去了。带着你们的东西，赶紧走吧。邹小通并不是想独吞血玛瑙，他身上的伤都是金雷皇和长头发打的。邹小通把血玛瑙藏了起来，现在又还给了我。我不知道这件作品在他心里有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为了这石头，竟然连命都不要。对了，各位，如果你们不介意，就把这东西卖给我吧。你也知道，为了这个作品，我也忙活了几天。金氏兄弟这边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在潘家园也算是小有名气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要是一直把这东西留在身边，说不定还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可现在要是想以200、300卖出这块石头，最起码也得等1个月，我们没这么多时间了。要不就188个点卖给老周得了，188，石头带回家，你发我也发。小轩，你认真的？邹小通虽然是潘家园有名的雕刻大师，但家底也是有限度的，立即着急的答应了下来，因为他知道一旦错过这次机会就不是这个价。城中村出租屋内，豆芽仔看着自己手机皱眉问我：疯子，你说把头到底怎么回事？一连打了这么多电话里，还是关奇？对呀，迎风，把头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快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回银川吧，到那找到把头和他会合。本来出发的日子定在了2天后，但就在那天晚上后半夜，我们都睡着呢，豆芽仔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手机号发来的短信，他捡起来手机使劲揉了揉眼，给我们发这条短信的人正是失联好多天的把头。疯子，你快醒醒！怎么了，牙仔？大晚上的别吵我睡觉。把头发短信来了。什么？我看看。把头在短信中说：云峰啊，其实我骗了你们，我之所以让你们连夜带着石头回去，是因为我决定找人回关了。阿育王塔的秘密我放不下，我感觉自己离得很近，就差捅开一层窗户纸，所以在你们走后的当天晚上，我叫了人，来的都是高手，我预感这次能撕开西夏黑水城背后的秘密。这次我们深入黑水城，不知风险几何，你们3个都还年轻，不要来银川找我。如果我们从黑水城回来了，
我会联系你们。王先生留笔，勿挂念。我看完了短信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请回关是真的，缺钱是假的。把头根本就不缺钱，他就是故意说谎支走了我们3。其实血玛瑙卖多少钱，他根本就不关心。把头真是疯了，他已经被西夏公文羊皮图，被夏末地理线，被那个什么虚无缥缈的西乌尔王国迷住了。那疯子，我们上哪去找把头？那疯子，我们上哪去找把头？回银川。事不宜迟，说走就走。现在情况特殊，我们不敢再去找商关冥界骆驼。我突然想到了那辆在邯郸买的212越野车，这车我们一直没动，修好后一直藏在银天农贸市场后。等到了市场找到了那辆车，又有了问题。之前是秦兴平和把头轮流开的车，我们3都没驾照，没学过车，这怎么开？要不我来开？我以前跟着老舅讨生活，在码头上开过小叉车卸鱼。那你行不行？别拉着我和小轩冲沟里了。疯子，你还不卸啊？卸鱼用的叉车也有方向盘、油门，都一样。那行吧，到了国道，你要慢点开。上车后，豆芽仔拧了钥匙，打了好几下才打着。见他不动，我坐在副驾驶说：“你倒是开啊，愣着干嘛？”奇怪了，倒档是怎么挂来着？你挨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少给点油门就沉，你行不行？不行，让我来。行了，我知道，我这就开。豆芽仔哦了声，随后一顿操作，就去撞他了别人的摊位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看什么看？还不下去看看有没有撞到人？我脸都黑了，让豆芽仔开车，这还没走5米就出了车祸。卖干货的大姐让我们赔1000块，说的大概意思是干货掉地上沾了土就脏了，要是水洗了就不能卖。豆芽仔下车后说太贵，最多赔你100块钱。双方一阵扯皮，就在这时有人走了过来。这不是记者同志吗？怎么了，方嫂？撞你摊子了？这不是甘记者的父亲吗？他怎么会在这？我要1000块，这伙人就给100块。老甘，你给评评理，哪有这样子的？方嫂子，你太过狮子大开口了。我也干这个的，还能不知道？除了碎了点蘑菇，你这些东西就算全卖了，也值不了1000。这样吧，我当个和事佬，200块钱算了。这时候，围观的人也帮忙替我们说话。就是，碎点蘑菇就要人1000啊！你家蘑菇是金子做的，想讹人也用不着这样吧？实在看不下去了。这是在老甘的和解下，我们赔了人200块钱解决。记者同志，你们这是要去哪？去阿拉善搞采访，赶紧走，别让这老头给看出来了。还是去找护特人？你们上次不是找到了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去是为了别的目的。这样啊，甘泉刚走没多久，应该没走多远。要不我叫他回来，你们见一见。对了，还有甘记者，可以编个理由拉他一道去护特部。那麻烦你了，正好我也有些私事要甘记者帮忙。甘玄刚离开市场不久，接到他爸电话后，很快赶了回来。我们在市场碰了头。你好，甘记者，有段时间没见，又漂亮了。哪里话？听我爸说你们还要回阿拉善。我们还没回去，等回去了才能出发。什么时候走？水和吃的都准备好了，越快出发越好，最好是现在就走。这么急？你们等等，我得先跟领导打声招呼。过了几分钟，他打完电话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领导同意了？他笑着点点头，随后拉开车门钻进了车内。我和豆芽仔互相看了眼，也钻进了车内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开车啊！你开吧，疯子，我肚子不太舒服，可能昨晚吃的炒面不太干净。我也是啊，哎呦，我肚子好难受。我也是，都怪你阿仔做的什么菜，拉肚子了都。甘记者看我们3个都这样，也没说话，直接下车换到了驾驶位上，一通换挡操作。随后我们的213打着双闪慢慢导出了市场，开往了国道方向。路程有些远，为了解闷，甘记者放了音乐，伴随着音乐声，我靠住座位慢慢睡着了。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，我梦到把头处在一片黑雾之中，脖子上套着黑色锁链，黑雾中有看不到的东西在拽着他往里走，把头奋力挣扎，嘴张着不断大声喊话：云峰，快救我！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不太舒服。靠近阿拉善的国道边上，蓝天白云，空气清新，车也少了很多。车子靠边停车，甘记者说要找地方小姐下。甘姐，等等我，我和你一块去。看他俩走远了，豆芽仔打了个哈欠说：疯子，你说这时候把头是不是已经进到黑水城了，挖到宝贝了？可能吧，把头回关了高手过来挖黑水城，其中肯定有厉害的土工，虽然我没见，不过80%可能有姓马的。姓马的？马什么？你不知道，大哥没跟你说过。大哥？你说哪个大哥？姓马的叫马振海，洛阳人。以前大哥在时跟我说过，说马振海外号入地鼠，这人打洞方式很奇特，他打的盗洞在行业内有辨识度，这人能同时用双手下铲。这么牛逼？那他打的盗洞不用装木板？不一定，还要看情况。如果土松的话，不加木板不行，会塌方。这和他打的盗洞是什么形状没关系。女孩子解手跑得远，时间长，我和豆芽仔左等右等了半天，还不见人回来。这解手解着的都去哪了？怎么到现在还不会来？走，疯子，快去找找，别出事了。跟着小轩和甘记者去的方向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山坡。我往前面一看，傻眼了。只见甘记者和小轩都在，小轩正拽着甘记者，二人面红耳赤了，正在吵架。干嘛呢？你俩？云峰，甘记者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非要报警。卧槽，报什么警？糟糕，
甘记者不会是发现我们的身份了吧？这不应该啊！车上我们没带那些工具，路上我们讲行话都是故意避开他的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们处理不了。先别慌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先说说。我看到了死人，不知道死多久了。死人？真的假的？疯子，快来看，真有死人！我忙跑过去观察情况，在离他解手不远的地方，甘记者发现一个人，时间不长，平躺着，下半身埋在沙子里，上半身露在地面上。这里空气干燥，风又大，风吹日晒的，面部已经有脱水的迹象，靠近点能闻到臭气。我看了几眼就不敢再看了。疯子，这人身上有钱包啊！小轩这时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跑到一边，扶着腰开始吐了起来。黄瓜，这人的名字叫黄瓜。疯子，你看。黄你个大头鬼，叫黄姑，左边的字被盖住了。看地址上写的，这人不是银川本地人，是云南昭通人。他钱包内层除了有100多块钱零钱，还放着2张折叠的纸条。我打开纸条看了看，眉头直皱。9月27进货，羊后腿肉50斤，羊腰子30个，羊脆骨10斤，预估川小串2500百串，纯利润400左右。写的什么玩意这是？云南昭通的一个卖羊肉串的，死在了阿拉善边的荒地里。说白了，应该是一个屠夫剁肉的。我越想越觉得邪门后怕，浑身打了一激灵，扔掉了纸条。报警吧，这是命案！身为记者，我有义务报道曝光这件事。行，甘记者，你和小轩快回车上，我带着手机呢，我来报警。这地方太臭了。说完话，我佯装着掏出手机拨号给他看。小轩理会了我的眼神，他拉着甘记者催促着离开了这里。来到现场，我突然看到豆芽仔要拿钱包里那些钱。他的钱你也敢拿？快放回去！人都没了，不拿白不拿，更何况我可不是白拿，我等下把黄瓜老兄埋了，这总比这么风吹日晒的好。100多块就当我的工钱了。滚犊子，快给我放回去！你又不缺这点钱。行了，疯子你别管我了，快回车上，我等下就过去。算了，随你的便吧，弄完了赶紧回来。我懒得再和他吵了，我先回到了车上，又等了20多分钟，豆芽仔也回来了。你真报警了？我们不得在这等警察来。等什么警察？我们哪有那时间？直接走吧。这天傍晚大概7点多，我们到了地方。直接走吧。这天傍晚大概7点多，我们到了地方。从这里进阿拉善只能徒步或者骑骆驼。晚上露营搭棚包，由于甘记者是临时搭伙的，我们之前买的棚包不够，少了一个。最后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，我让豆芽仔睡车上，我们其他人在离车不远的地方搭包过夜。豆芽仔早上车上睡觉去了，我手拿着一根木棍坐在火堆旁，无聊的翻着手机，看火小了就往里扔2根柴。我刚添了柴，忽然听到汽车那边有动静声传来。这动静是从车上传来的。豆芽仔在干什么呢？他还没睡，干嘛用脚踹车啊？我找到手电打开，拿着电筒走了过去。走得越近，拍车的声音越大。我怒了，嘴里骂骂咧咧的说着：都几点了，你俩不睡觉干嘛？我敲了几下玻璃。芽仔别闹了，赶快睡。你小子不会是在车上那个吧？当我说完这句话，车里没动静。这小子该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？我摇摇头，举着手电转身就走了。可我刚走开没几步，车那边又传来砰砰砰的声音，而且声音比刚才更大。卧槽！你小子有完没完了？开门，给我开门！由于用力过大，他突然这么一开门，我好悬没摔倒。我看着车内的情况，豆芽仔正面对着我，他双腿跪在后座位上，身子起伏不定，不知道在干嘛。芽仔，你干嘛呢？我看到他眼睛睁得老大，嘴巴半张着，嘴唇不停上开下合，动作像是在吃什么东西。我手电正晃着他好像感觉不到刺眼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，眨也不眨。他嘴巴突然闭上，嘴里叨叨着说：快坐，你要来几串了？梦游呢你大爷的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对，我怎么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？9月27进货，羊后腿肉50斤，羊腰子30个，羊脆骨10斤，预估川小串2500百串，纯利润400左右。写的什么玩意这是？看面前的豆芽仔这样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吓得开始慢慢往后退。然后我看到豆芽仔下了车，他也不跑不闹，就绕着车不停地走圆转圈，一直走，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。豆芽仔对着空气，突然双手不停地上下摆动，动作像是在做肉，然后他就回车里躺下睡觉了，车门也不关。我回去后吓得一晚上没敢睡。第二天白天，豆芽仔又恢复了往日生龙活虎的形象，他早起笑着对我说：吃什么啊疯子，烧点热水泡个馕吃吧。你昨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不？能干什么啊，就睡觉呗。卧槽，看来这小子是真不知道。你手怎么了？
不知道，有点疼，可能昨天挖坑埋人碰着了吧。昨天那黄锅的钱呢？拿出来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拿了他的钱？少废话，快拿出来！我一把夺过来钱包，当着他的面点着火堆扔进去烧了。豆芽仔不解，生气地说：“疯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嘛烧我钱包？这就不是你的，必须得烧了。”豆芽仔平常吊儿郎当，但每当我真生气了，他一般不敢说什么。我冷着脸，静静地看着火堆里的钱包化为了灰烬。往后这2天，豆芽仔晚上再也没梦游。我们来往护特部已经好几次了，背风坡、蚂蚁沟、月牙洲，只要记住这些地方地形的辨识度，接下来一路往里走就行。至于阿拉善沙漠狼和行军蚁那种东西，除非像那我们那天点太背，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碰到。来到护特部，阿吉也是第一个出来迎的。阿吉笑着说：“你们来的真巧，要是再晚来1天，我们部落就要去别的地方了。”你们要搬家？搬哪去？这里不住的挺好吗？这是护特人的习俗，等以后再来这里住，就要到明年这时候了。阿吉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什么外人？外人？没有，打你们走后再没有外人来过部落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记得呼噜叔说过一件事，半个月前我们晚上点羊发现少了一只，呼噜叔带人去找了，找到羊回来的时候，叔说他在老远的地方看到有人生了火堆，叔不想见外人，就没过去看。在哪儿看到的？我忘了，这你得问呼噜叔去。不过云峰，你们这次回来不会是还想去那里吧？上次你们不是挖了不少，还要去挖？我觉得……阿吉话还没讲完，豆芽仔一把捂住了他嘴。甘记者好像听到了这句话，你们刚才说挖什么？什么？挖萝卜？我最不喜欢干活了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可不去。护特部窑洞内，呼噜叔小女儿正趴在炕上玩娃娃。叔，你再仔细回忆回忆，你看到生火的人没？他们骑着骆驼还是步行？大概几个人？叔说真什么都没看到，当时离得很远，只是老远看到火堆的火光，唯一能确定有人生了火。那他们当时生火的地方在哪？大概方位？明天我们部落搬家，会路过那片地区，你们要去的话，到时指给你们。护特部搬家有些像草原上游牧民族迁移，沙漠的夜晚有时很长，天上还挂着月亮。大部队就开始出发了，呼噜叔和年轻汉子走在队伍前头带路，妇女领着小孩跟在后头，羊群走在最中间，有专人看管。凌晨5点多离开月牙洲，脚下踩着沙子戈壁滩走了3个多小时。阿吉突然跑过说：“到那个地方了，云峰。叔说就是那里，咱们看着不远，其实有好几公里。当初他看到就有人在那生火。”我记住了方位，随后跟甘记者告别。其实昨晚我就已经透露了行程，他也同意了。分别之前，甘记者担忧地问我：“你们要注意安全，水和吃的东西都够吗？”放心吧，昨天阿吉帮我们补充了，吃的喝的都够。那就这样，我们银川见，到时手机会还你们的。路上注意安全。你也一样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们3个留在原地，目送着他们越走越远。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如果要是没什么线索，我打算去上次枯井那里看看。这时候豆芽仔正直愣愣地盯着甘记者看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？别看了，人都走远了，快走吧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？别看了，人都走远了，快走吧。沿着呼噜叔给我们指的方向，我们一刻不停，走了2个多小时才到。到了地方后，豆芽仔扫视四周说：“是这里吧？我看呼噜叔指的就是这。这里一片荒凉，没山没水没草没树，附近连仙人掌都没看到，除了头顶上的太阳和脚下踩的黄沙尘土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”小轩蹲下来抓起一把沙子，皱眉看着沙子从手指间露掉。10几天前，如果有人在此地露营，他们肯定要吃要喝吧？我们四周看看找找，都保持在各自视线范围内，注意安全。随后我们绕着这地方搜寻了一圈，别说，还真有发现。豆芽仔在不远处捡到几个已经空了的矿泉水瓶，有2个水瓶上的娃哈哈商标还在。这些空水瓶能说明一点，就是半个多月前的某天晚上，不止一个人曾在此露营过夜。这些人是谁？他们深入阿拉善干什么？那把头有没有在这些人当中？这一天，小轩头上包着纱巾，他嘴唇干裂，淌着沙子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。小轩突然惊呼道：“云峰，云峰，你快看，看那里！”我眯着眼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，只见在前方不远处的出现了一座小房子，看着像一座小庙，应该是石头建的。豆芽仔也看到了，他疑惑地说：“是不是海市蜃楼啊？以前我在海上经常看到，有一次我在海上还看到了游乐场，有人在坐过山车。老舅说沙漠里也有海市蜃楼，不确定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？真要是海市蜃楼，咱们走不到那里，白走。不过老舅教过我一种方法，可以辨别是不是真的海市蜃楼。老舅还说这法子在哪里都管用，在沙漠中也一样。什么办法？豆芽仔也不回话，他扭头左顾右盼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没找到。
没看到石头。疯子，你蹲下，我踩你肩膀上看看。要是前面那石头房子是海市蜃楼，我换个位置站高看就看不见了。好了没？你脚好臭啊，几年没洗了，我受不了。怎么样？看到什么了？石头房还在不在？还真是，石头房没消失，这100%不是海市蜃楼。我们快去看看。确定了不是假的，我们就往小石头房那里赶去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到了这地方，不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我们眼前真真切切出现了一栋房子，从外面看像是一座城堡，一看就不是现在建筑。我们已经深入阿拉善10多天，早就踏进了无人区。这房子是干嘛的？